going to build a wall around it. Who's going to pay for the wall? 这样状态下的 ESTP 很危险，因为副指挥 TI 后面也可能加入进来，去合理化支持者的需求，哪怕那些需求很荒诞，同时也会去放大反对者的不足和缺陷，以此来证明那些反对者都是不值得去理会的。是刷刷，这期我们来用最生动有趣的方式讲透 ESTP 这个人格。第一次看这个系列的朋友，强烈建议先看看前置视频。16人格真正准的部分，从来都不是他们的行为表现，甚至是观念习惯，而是每个人格的心理动力学。我们把 ESTP 看成是一艘飞船的话，那么让这艘飞船是 ESTP 而不是其他人格飞船的，不是飞船上的喷漆造型，也不是它的飞行方式或者轨迹，而是飞船上正在驾驶着它的船员们。有点像是头脑特工队的感觉，这些船员才是 ESTP 最深度的共同点。换句话说，一个让人很喜欢、道德高尚的 ESTP 和一个让人很讨厌、性格恶劣的 ESTP 内在的偏好动力是相似的。这些偏好动力没有好坏，全看一个人怎么去与他们相处。登陆 ESTP 飞船的第一件事，那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艘飞船的指挥官。噔噔噔噔 ，ESTP 飞船的指挥官叫做 Extraverted Sensing 外情感觉，简称 SE。暂时撇开指挥官的身份不提 ，SE 本身想要什么呢？他总想去从当下的环境中获得可以通过五感实际感知的体验，从对人啊、事情啊、各种活动的直接经历中获取能量，感到自在。可能看到这个描述，第一反应很容易觉得，那 SE 是指挥官的话，是不是一天到晚就指挥 ESTP 飞船去吃吃喝喝玩玩？这也是广大网友对于 ESTP 和 ESFP 非常常见的错误印象。实际上，对指挥官 SE 而言，五感只是一个笼统的概括，他想要的体验是非常广泛的。比如你玩捉迷藏，躲在暗处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比如你看书的时候，你的视线不断的被你阅读的这个文字填满的感觉。没错，看书也可以是 ESTP 非常非常喜欢的活动。指挥官 SE 真正重视的是两个部分：此时此刻以及直接。一个人一件事，无论之前是不是经历过、接触过，无论有什么样的猜测想法，当他真的去在眼前看到了、听到了、读到了，或者用其他方式在此时此刻获得了直接的信息的时候才最有那种落袋为安，我抓住了什么的感觉。比如当你告诉 ESTP 一些信息的时候，在指挥官 SE 的影响下，他可能很容易展现出一种态度，那就是你说的我知道了，但是我自己没见到，等我亲自见到了再说。你告诉他说，这个商店已经关门了。下一秒你可能看到他在商店门口用力试图开门，然后回头告诉你，确实关了。你不解，那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还用得着走过去再看看？他可能也不是不相信你，只是自己觉得自己亲自看了才算踏实。反正我也去看看，没有什么亏的吧。你要是和一个 ESTP 去逛商店，你可能看到他在那里东摸摸西摸摸这里摆弄一下，那里摆弄一下。你不解，逛就逛，到处乱摸干什么？跟没长大的小朋友一样。他可能也不是幼稚，只是觉得我实际操作一下，摆弄一下，才算是对这个商品有了完善的感知。这个摸起来手感不错，我看看重量如何。上面只是指挥官 SE 最直观的体现，很好理解。当然，这不是在说一个人如果这么做就一定是 SE 的影响，重要的是行为背后发出的声音是什么，不是这个人的行为表象。但是指挥官 SE 远不止于此，他想获得的是此时此刻的直接信息嘛，也很信任这类信息，自然而然的就会把 ESTP 推向一种现实主义，那就是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看向现在，多做调整和尝试，这样更容易得到更好的结果。尽管每个 ESTP 的价值观肯定有所不同，但是背后往往都有现实主义的影子。但 SE 的这种现实主义，书上都形容说它有一点 playful， 那好像没有很当真，甚至有点玩闹的感觉。为什么呢？不是说它真的不靠谱，而是因为它不是奔着某个确定的结果去的，是在不断的根据现实的最新的现实去调整自己，去接受变化。就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你可能会从 ESTP 上看到一种洒脱，比如一个 ESTP 的团队为了一个活动准备了很久，然后活动开始了，本来 ESTP 按照计划是要唱一首抒情的歌曲的，背景音乐伴舞都准备好了，然后 ESTP 讲话的时候看台下去接收整个场子此时此刻能捕捉到的各种信息、各种细节。指挥官 SE 一看感觉不对头，好像看起来很没精神啊。前排这个大叔两眼一闭都要晕过去了，后排那几个学生一副上课走神的样子，也就那几个个别的人啊，脸上还算投入，眼睛瞪得大大的。然后只听 ESTP 开麦，
我给大家来一首《青藏高原》，大家来看我能飙多高，跟我一起唱起来啊！调音师只好手忙脚乱，被迫无奈也进入临场发挥的状态。然后预备活动的策划就开始担心，哎呀，那首抒情歌之后我们是要升华主题的，要借此去传达一些我们活动想传达的含义。现在换成了这个青藏高原可怎么办啊？结果看到 ESTP 把青藏高原也做了个升华，然后后面的所有环节都因此做了各种的调整。一场活动下来，你别说还挺顺利的，就是让策划活动的人啊回想自己辛辛苦苦的那些日日夜夜，哭晕在厕所。指挥官 SE 带来的这种洒脱是，我不挑其他的东西，重要的就是现在在发生什么，现在该做什么，什么真的有实际的效果啊？这个上一秒有效果，这一秒没了，没事那就换一个，有什么好留恋的啊？什么？你说你为此准备了好几天，但现在都没用了，你准备那么久有什么用呢？换掉换掉。关于指挥官 SE， 另一个不得不讲的就是他是不喜欢去把问题复杂化的，非常喜欢去直击痛点，用最简单甚至粗暴的方式去理解问题。没想到吧 SE 有这个特点哦。比如 ESTP 听朋友倾诉自己苦闷的爱情，朋友说了好多，从第一次的初恋花前月下一直到未来的憧憬， ESTP 的指挥官 SE 很可能在疯狂的咆哮。所以你赶快到现在，你要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还说到这部分啊？朋友可能倾诉了很久啊，最后不管 ESTP 其他船员的反应如何，指挥官 SE 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听起来挺简单的，你这么纠结和痛苦，忍受不下去，分手啊！很多时候这种直接的表达或者对直接信息的抓取会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甚至逻辑的体现，因此被贴到 T 人这个标签上，认为是 T 的影响，又或者因为看起来很一针见血而被认为是 N 人的标签。但实际上指挥官 SE 做的并不是去分析或者归纳寻找规律，而是在纷杂的信息中对 SE 来说吸引他的就是对此时此刻的现实最相关的信息。朋友，你说这么多，我听到的重点就是你痛苦，你现在痛苦，那你现在能不让你痛苦的，就是离开他呀。最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在 MBTI 的说法中经常会让人觉得是不是 ESFP 啊 ESTP 啊就是在贪图享乐嘛，然后就不务正业了，这导致了我都数不清有多少人实际上是这两个人格，但看到了这种刻板印象就觉得这不像自己。对于指挥官 SE 而言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他要的就是那种现实感，所以一件事情在当下越不得不行动不得不面对的时候，指挥官 SE 往往火力越是全开。有趣的来了，在指挥官 SE 的影响下， ESTP 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倾向，那就是如果没有危机我就制造危机，耶！所以用一种很消极或者摆烂的态度去说，ESTP 和 ESFP 就是很拖延，我很不认可。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一件事可以立刻去做完，他们其实很不喜欢拖着，他们最容易拖着的就是那种比较冗长复杂的事情，一鼓作气不行，然后就再而衰三而竭了。而另一些时候他们自己也发现自己在临危受命的时候效果出奇的没有那么糟糕，那为什么不呢？这种拖延是有积极的一面的，他们对于自己的信任他们信任自己，认为说我在最后是可以完成的，实际上他们绝大部分时候在最后也完成了，那种拖着拖着最后搞不完了才是状态不好的 ESTP 或者 ESFP。讲了很多指挥官的部分，我们来看看 ESTP 飞船的第二个船员，这艘飞船上的副指挥是内倾思维 Introverted Thinking， 简称 TI。 撇开副指挥这个职位， TI 本身想要什么呢？说的简单一点，如果信息就好像很多的零件， TI 去分辨这些信息的方式就是把这些零件按照个人的角度去搭建成一台可以运转的机器或者说是系统。相比于这台机器一定要产出什么，这台机器以及里面的零件定位是什么，是否准确符合他们的定位更加重要。所以 TI 问的问题就是对我个人来说它是不是 make sense 的，是不是说得通呢？但 TI 毕竟是 ESTP 飞船的副指挥，大部分情况下副指挥 TI 是服务于指挥官 SE 的，它会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一个发展良好的副指挥往往就能帮助指挥官 SE 考虑问题更加的全面，更加的稳定，在行动前多一点自省与分析去看到更多的事实真相。而一个刚开始发展的副指挥 TI 则很多时候呢在和指挥官 SE 唱双簧被指挥官纯粹的带着跑在无论好坏对错的事情上都去寻找能够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拿前面商店关门的例子来说， ESTP 的朋友告诉他说，别看了，这商店已经关门了。这时候 ESTP 飞船上指挥官 SE 不服气我亲自去开门试试，那样才算是不是关门了。我没亲眼见证的事情我不太信任。那不成熟的 TI 可能就会说，指挥官说的对呀，现在虽然是晚上，但是晚上开门的店铺是存在的，朋友自己也没去检查过，就说关门了，这个说不通吧。而比较成熟的 TI 呢，往往就会考虑的更加全面，把两面都考虑到。
我自己认为商店没关门的这个观点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这个时间点没有客流量，商店关门是很合理的决定，不一定非要去看看吧。可以看到，其实副指挥 TI 的成熟与否，很大程度上会看副指挥自己是不是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去全面的考虑问题，去平衡指挥官 SE， 而不仅仅是顺着 ESTP 自己的愿望来，去为所有的事情找理由，去挑别人的刺去辩护，什么事情都要按自己最舒服的来。一般来说，青少年阶段的 ESTP 正是副指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阶段。副指挥 TI 因为总是去看一件事是不是说得通，往往去考虑事情的角度是它是不是事实，是不是准确，而不会优先考虑说，哎呀，这符不符合礼节，会不会伤害别人。这让副指挥 TI 发出的声音有一种 radical honesty， 一种绝对的诚实。TI 视角下的事实很像是那种憋不住的打嗝哪怕稍微忍下来，但他自己会从嘴里溜出来，这种感觉。加上指挥官 SE 本身就会特别的看见什么就是什么。正在成长的 ESTP 经常都有一段还蛮讨嫌但是自己没意识到的时光的。比如一个阿姨兴致勃勃的买了新衣服，问 ESTP 小朋友，你觉得阿姨好看吗？指挥官 SE 率先发现了很多细节。这个阿姨的衣服扣子有点绷紧了，衣服上的线条稍微变形了。副指挥 TI 开始思考，穿着得体的衣服才算好看，这件衣服变形了，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不能说这个阿姨好看吧。于是 ESTP 回答，不太好看，阿姨。只见阿姨脸色微变，不知道怎么的 ESTP 觉得阿姨对自己冷淡了一丢丢。那指挥官 SE 也可能捕捉到了阿姨脸上的变化，但是周围还有很多其他很有意思的东西，很快 ESTP 就不再关注阿姨了。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副指挥 TI 会越来越懂事，他会开始考虑的更全面，意识到说出事实不等于要伤害别人。在这里，另一个船员的参与也功不可没，我们后面会提到。那在另一方面呢 ，TI 本身很少被提到的特点就是它的集中力。为什么说是集中力呢？因为 TI 不断在问什么说得通，什么更准确。在学习技能、学习知识时，所以 TI 就很容易从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也就是不断的发现说，这个原来说的更通，这个方法更加的准确。同时当事情说不通的时候 ，TI 又有很大的动力去把它说明白，把它说通。对 ESTP 而言，副指挥 TI 是否能够良好的平衡和引导指挥官 SE 尤为重要，很大程度上会影响 ESTP 是否能够在相对枯燥的学习和工作中也能够良好的坚持下来。比如 ESTP 在玩射箭的时候，指挥官 SE 可能很容易就爽到了，箭破口而去，好有气势，击中了靶子，反馈好棒！快点，我要射下一箭，射中靶心啦！副指挥 TI 这时候很容易也被带动起来。确实，我把手放到这里更容易瞄准，因为这个箭更不容易被我的抖动影响轨迹。果然是这样，非常的说得通。奇怪，我这么做了还是有些不准，肯定哪里没有做到。到底是哪里呢？指挥官 SE 呢就会积极的去反馈信息这次箭的弧度不对，太无力了。这次箭的弧度我看很正，但射的角度有些歪。然后副指挥 TI 不断结合这些反馈，开始理解到底射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原来是这样啊！这样才是说的最通的射箭方式。最后 ESTP 在这里的技能不断的精进，别人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对他们来说，可能自己不断射箭本身就是一个越来越准确掌握技能的一个过程。但是在直接的即刻的反馈比较缺失的那些活动中指挥官 SE 和副指挥 TI 的拉扯会很多。比如 ESTP 学习编程，很可能遇到的拉扯会是这样 ：ESTP 静坐在电脑前，一动不动盯着屏幕在设计程序。指挥官 SE 觉得空落落的，什么新的感官信息都没有。我难受，我压抑，我不自在，我不得劲，不行我得稍微活动一下，感受一下丰富的世界如果缺乏了副指挥 TI， 很可能 ESTP 去活动一下就再也不回来了。指挥官 SE 会觉得，窗外的风景真好，手机上有趣的视频好多，这样不断的有新体验才算是真的活着嘛。幸好也有副指挥 TI 的拉扯，很可能 ESTP 一边放松的时候，副指挥 TI 仍然投入在编程的内容里，还没有出来。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实现这个东西啊？我知道这个底层需求是这样，这个程式放进去讲得通吗？这个搞不出来，我也很不得劲啊，我得回去继续看看。但是对 ESTP 来说，指挥官 SE 肯定是更加的主导的。那好在指挥官 SE 又主导又成熟，所以往往他也很知道怎么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够犒劳自己、满足自己。于是你可能看到 ESTP 眼睛目不转睛的盯着屏幕，在搞明白这个编程。
但是同时一边在吃着好吃的，或者一边不断变换奇怪的坐姿，以此来获得一点点新的体验，不至于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太过的枯燥。另一方面，他可能稍微编程有一点点进度，就迫不及待的去按这个运行键看看效果，然后再做调整。总想看点什么，而不是一直盯着一串没什么变化的代码。是的，这就是 ESTP 最厉害的学习和工作方式。一边实行一边调整，一边调整一边理解。指挥官 SE 一往无前，勇于尝试，而副指挥 TI 投身于对于事物框架系统的理解中。但我必须要强调一点我们绝对不能从这里去推论说 ESTP 的兴趣一定是什么，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个 ESTP 到底找到了什么切入点去做他这个喜欢的事情。有可能 ESTP 对于运动兴趣平平，反而在科学研究的领域让指挥官 SE 和副指挥 TI 发光发热有的甚至喜欢的是哲学、艺术。重要的从来都不是 ESTP 喜欢什么，而是怎么个喜欢法，为什么喜欢。好，我们终于来到飞船上的第3个船员小助理，外倾情感 Extraverted Feeling， 简称 FE。前面2个船员一正一负，指挥官呢稳坐钓鱼台，总是大权在握，副指挥呢稍微要一点锻炼能够平衡和引导指挥官，但小助理就不如管理层那么老练了，他算是被指挥官招募过来弥补一下副指挥缺失的视角的，但效果嘛，你们来评。那 FE 本身想要什么呢？他重视的是整个社群和文化的体系下所认可的情感价值是什么，想要的是去在外界确保大家都和谐，大家都满意。小助理 FE 呢，当然也想要这个，这恰恰就是副指挥 TI 所缺失的视角嘛。在最良好的状态下，小助理 FE 和副指挥 TI 一起协助指挥官 SE， 其乐融融，真的能让 ESTP 又真实又冷静，又讲实话，又有温度。还是之前阿姨看衣服的例子阿姨穿着明显尺码不合适的新衣服，问 ESTP 好看吗？副指挥 TI 根据对于好看这个词的理解，很可能不觉得一个穿着变形的衣服的阿姨能够被形容叫好看。小助理 FE 这时候就提醒了，说不好看会让阿姨难过的吧？阿姨肯定希望听到积极正面的回答。被提醒的副指挥 TI 很可能就会多想一步，阿姨到底在问我什么？是她好不好看吗？应该不是吧。指挥官 SE 可能反馈了很多的信息，说你看看，阿姨有意无意的在展示着自己的衣服，她的眼睛一直在打量自己的衣服副指挥 TI 恍然大悟，他是想问我衣服本身好不好看，所以我要评估的是衣服是否符合好看的标准。小助理 FE 继续弱弱的提醒，说实话可以，但是得想想怎么说才尽量不伤害到别人哦。最后 ESTP 可能的回答是什么？阿姨，你挺好看的，上次穿那套衣服的时候，我觉得比现在更合适。你说阿姨听了会不会难过？也有可能，但到这里再难过，可能 ESTP 也没太多办法了。虽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小助理 FE 的协助下，副指挥 TI 在尽量用友善的方式去说出他眼里的事实，但是副指挥毕竟是副指挥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他都更想在按照遵循自己的原则之上考虑小助理的建议，而不是为了小助理 FE 的原则去妥协掉自己眼中的事实。但副指挥 TI 被妥协的情况有吗？也有的不够成熟、缺乏大局观的小助理 FE 有时候会狐假虎威，借着指挥官 SE 的名头去对抗，试图让 ESTP 停下来去反思事实与真相的那个副指挥 TI。比如 ESTP 去竞选领导，指挥 SE 跃跃欲试，为什么不呢？很想试试看当领导是什么感觉，生活不就是要去尝试吗？冲！副指挥 TI 表达担忧，事实上，我不认为自己现在算是一个合格的领导。我认为自己在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做到领导的职责，没有办法去做该做的事情。小助理 FE 如果在这里很成熟，他可能会这么鼓励：大家都是包容的，彼此理解的嘛。我可以去向大家坦白我的不足，接受大家的鞭策，成为一个好领导。但是小助理之所以是小助理，就是他在耐心抗挫力成熟度上面都没有那么够的。他可能这个时候反而去走一个捷径，他会去只看支持者，而不是去耐心的真的追求成为大家都期待的领导。你看张某某或王某某都觉得我特别适合当领导，我在大家的评判中，我比那什么老乔风评更好，人民喜欢我，那些骂我的人才是想给我们大家添堵的，犹豫什么？就该听指挥官的上吧。这时候 ESTP 会怎么样？你会看到他非常极端的在满足自己的支持者，而对自己的反对者不屑一顾，因为那部分支持者越支持他，小助理 FE 越能够让副指挥 TI
对自己的批判闭嘴越能够忽视来自反对者的声音，允许 ESTP 不断的向前冲，而不内耗的去反思自己事实上的缺点与不足。We're going to build a wall around it. Who's going to pay for the wall? 这样状态下的 ESTP 很危险，因为副指挥 TI 后面也可能加入进来，去合理化支持者的需求，哪怕那些需求很荒诞，同时也会去放大反对者的不足和缺陷，以此来证明那些反对者都是不值得去理会的。ESTP 此时可能都不能完全分清到底哪些是自己真的事实上认同的，哪些又是在满足别人表演的。在生活中，小助理 FE 很常见的消极表现往往是用情感代替中立的思考。没错，你以为 T 人就真的只讲理如果是去批判别人的错误，那很简单，但如果是思考讲理会引发自己对自己的批判，那么有的时候进入情感的领地反而是一种很好的逃避方式呢。这对于副指挥是 TE 或者 TI 的人格来说是蛮常见的，毕竟他们只是副指挥嘛，也不是说不能去压制一下。那用谁去压制呢？小助理咯。比如一个朋友告诉 ESTP 他对 ESTP 的一些批评和建议，协作良好的副指挥 TI 和小助理 FE 会怎么样？小助理 FE 会去努力同情和理解对方。我当时这么做竟然让他这么不舒服，那确实不是特别合适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了这么大的困扰。副指挥 TI 呢，就会开始自我审视和分析，我到底从哪一步开始做错决定了？是不是对于事情的理解和界定出了问题？我没有我想的那么完善，还需要更加的精进提高。然后指挥官 SE 可能就立刻想行动啦。我这么做试试看，是不是就没有那么让他感觉不舒服了？但是如果 ESTP 没有准备好自省，可能会怎么样呢？小助理 FE 开始从情感的层面挑刺，强行的进入情感的层面。你这样指责我真的合适吗？是友善的吗？只见 ESTP 冷哼一声，表达不屑。朋友看了也不太高兴了，你这什么意思？什么态度？ ESTP 回复说，你这样说我，你觉得我应该有什么反应？你自己说的这些做到了吗？你怎么不反省一下你自己？两方于是开始针锋相对ESTP 至此就成功逃过了对自己的反思。也许在针锋相对中，副指挥 TI 又重新就业上岗，但是不是用来批判自己，寻找自己的漏洞，而是反过来去找对方的漏洞。而指挥官 SE 又很善于去通过各种的身体表现临场反应去强化自己的表现力，能够把自己保持在一个有点像是随时备战的状态最后呢，似乎赢下这场争论的总是 ESTP. Actually need, you said New York might not need 30,000. You said it on Sean Hannity's Fox News. You said you know, that why don't you people act? Let me ask you. You said why some don't you states. Why don't you act in a little more positive? It's always trying to My get question to you is, get you. And you know what? That's why nobody trusts the media anymore. My That's question why to you is, people, how is that going to excuse impact? me, you didn't hear me. That's why you used to work for the Times and now you work for somebody else. Look,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Be nice. Don't Mr. be President, my threatening. question Don't be is- threatening. 当然我不是在说川宝这些就是不成熟的 ESTP 的表现，它就是一个不成熟的 ESTP 因为凡事都是讲究一个度的，有的时候逃避自省也确实是更快行动更好的一个选择，动不动就自我反省反而也会让人止步不前，缺乏自信的。重要的是一个 ESTP 是否意识到了自己在进入情感的领域来自我防御，避免自省。如果有意识到，也就意味着你能驾驭它，而如果意识不到，反而真的打心底里就觉得对方就是在找茬，我自己根本没错，那就不是你驾驭小助理 FE 了，而是他在谋权篡位在指挥整艘飞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小助理 FE 不能够真正被信任去指挥飞船吗？他和两个指挥官，尤其是指挥官 SE 最明显的差异就是他的抗挫力真的不够。在一切很顺利的时候，任何船员都可以表现良好，可能在一个其乐融融的聚会上，哇 ESTP 魅力四射，又幽默又风趣，张弛有度的耍宝，让人不觉得夸张或者过度，大家特别喜欢他，他自己也超级开心，觉得社交好棒，我爱社交。但是一旦有不和谐的关系出现，一旦开始被迫承担社交的压力和责任，光靠小助理 FE 恐怕不太容易撑下来。撑不下来会怎么做呢？走捷径，做表面工作，推卸责任，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呗。小助理 FE 可不像指挥官 SE 那么抗挫。当指挥官 SE 遭受挫折时，哎呀，这次的体验好糟糕，没事，再糟糕也是体验，体验本身就很不错嘛，没什么。当 FE 小助理遭受挫折时，哎呀，这次的关系要维护了，有点心累和麻烦，关系就不能轻松一点吗？
那如何避免到这种境地呢？这也是对所有 ESTP 在各种的关系中，尤其是越亲密的关系中的忠告。永远建议你永远都让指挥官 SE 和副指挥 TI 走在前面，特别是副指挥 TI。为什么？因为小助理 FE 抗挫力已经不行了。你要是在亲密关系中走捷径，有所隐瞒或者做表面工作，你做的越多，到时候揭露真相需要承担的压力就越大，而小助理 FE 又承担不起越大的压力啊，那他反而可能去怂恿你继续隐瞒，继续走捷径，继续去相信半真半假的生活也是无害的，这样表面上的和谐关系才可以继续稳定下去。最后的结果可以想象嘛，谎言是越积越多的，这是条死路，但不是死在你暴露上，而是死在哪怕你成功表演了一辈子，你也从这种半真半假的关系中收获不到真正的连接和满足。锵，我们来到了飞船上的最后一个船员，菜鸟新人，内倾直觉 Introverted Intuiting， 简称 NI。前面说小助理 FE 不够老练，抗挫力很差，是不是？你猜怎么着？如果指挥官抗挫力是100，小助理是30，菜鸟的抗挫力-1吧？为什么是-1？因为可能明明没有挫折，但菜鸟都容易以为有挫折，开始紧张。菜鸟是名副其实，不是说他能力一定不够，而是真的很不自信，而且畏首畏尾，容易焦虑。NI 本身想要什么？ NI 关注的是那些无法触碰、表面上看不到，甚至在无意识中的东西。他想要去发现表面之下指向未来的事物深层的意义和方向。我知道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举一个最概括的例子当你对某一个你没有自己亲自见证过，也没有经验告诉你一定如此的事情，去觉得确信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有 NI 的影子，因为你没有借助任何实际的经验或经历层面的信息，而获得了某个确定的感知。当然不是说像相信地心引力一样相信它才算是相信，很多时候这种相信也是带着不确信的特别是对于 INFJ 和 INTJ 之外的人格而言，可能更像是一种让你觉得有几分确信的预测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NI 专题吧，再展开就太多了。最后千万别忘了 NI 是想要去看这个，并不意味着你想看就看到了，你不是神，你投身于 NI 只是说你的心理能量流向了这个方向。那 ESTP 飞船上的菜鸟 NI 呢？我姑且问你如果你有一艘飞船，有指挥官、副指挥、小助理、菜鸟，然后你有机会说我可以完全不再操心其中的一个，你会选谁？菜鸟啊，因为这正是最菜的，所以 ESTP 其实反而更希望它被妥善安排好。所以认为 ESTP 眼里没有未来，不关注对长期的预期是很荒诞的。他们往往很渴望在长期有保障、有方向，甚至他们比大部分人格都更希望一劳永逸地找到人生的意义。但菜鸟 NI 菜就菜在他们很渴望，但自己去为之投入的时候是缺乏那种自如与老练的，反而很容易感到挫败、焦虑、不安、压力。因此这种渴望很容易被压抑掉，尤其是当生活很充实，可以不断的给指挥官 SE 提供新的经历的时候，菜鸟 NI 很可能会成为他们隐隐的担忧。比如 ESTP 开了一个公司，业务不愁工作也很充实有趣，也是自己所认可的，和员工的关系也很不错，但是菜鸟 NI 的声音呢，就总会隐隐约约的萦绕在耳旁。我得做点为公司未来铺垫的事情，做点长期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啊！人生不止赚钱和快乐，应该有更高的追求。除非公司呢又遇到了一些短期变故，或者有眼前立刻就需要去完成的事情，那指挥官 SE 很可能很容易就把菜鸟 NI 给压住。小弟别想那么远，看眼前，现在的现实是我们先要过眼前的这关。然后指挥官 SE 在这个波折中发光发热， ESTP 也因此获得了一段时间的自信与安心，一直到菜鸟 NI 的声音阴魂不散的再次响起。而有的情况下呢，菜鸟 NI 甚至会开始和指挥官 SE 夺权，占满 ESTP 的注意力。那就是菜鸟 NI 面对巨大的压力或者挫折的时候，比如还是 ESTP 开了一个公司，公司目前很不错，然后 ESTP 发现了，哇，公司未来会越走越糟糕，最后可能倒闭。菜鸟 NI 一定承受不住，开始闹起来了。公司继续走下去，多半是越走越窄，最后完全失去竞争力，未来一片灰暗，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还记得指挥官 SE 面对消极和挫折时的态度吗？如果这不是菜鸟 NI， 而是指挥官 NI， 很可能就会怎么样？他会觉得，公司这样走要完蛋了，我现在看到了，那就好好规划铺垫，让公司重回正轨呗。这种趋势，指挥官 NI 天天都在关注，不会很意外的。但是菜鸟 NI 不一样，他一旦发现一个趋势，或者表面之下更深层的一些东西，反而很容易上心，反而很容易让他移不开目光，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很罕见的、很意外的。就像我在咨询中经常会碰到很多 ESFP 和 ESTP， 他们会把一些他们发现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当成很大的事情来告诉我。比如说他会说，
你知道吗？我发现所有的父母都是活在他们父母的影子里。重点不是他们说的这个内容如何，而是他们对这些内容的态度如何。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发现，很值得去反复的强调，是很值得去品味的东西。可能 INFJ 和 INTJ 也有一样的发现，但是他们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可能就觉得是捡到了一块普通的石头一样。是啊，他们就是这样的，我早就发现了。所以当 ESTP 发现了这种消极的趋势，菜鸟 NI 闹起来的时候， ESTP 很可能一反常态的开始苦思冥想，去试图看清未来，看清破局之法。但这样一般很难成功，毕竟 ESTP 平时并不真的把很多精力放在脑海里的构想上，更多的还是投身在现实之中。而一旦 ESTP 反复经历菜鸟 NI 的痛苦，它很容易变成一种长期的高敏感状态。菜鸟 NI 会不断输出这种感觉，总感觉事情哪里不对，总感觉有刁民想害朕。会不会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做了什么，导致了失败的未来啊？我忍不住再去放一遍这段川宝的回复啊。You said New York might not need 30,000. You said it on Sean Hannity's Fox News. You said You know, that why don't you people act? Let me ask you. You said why some don't you states. Why don't you act in a little more positive? It's always trying to My get question you, to you is- get you. And you know what? That's why nobody trusts the media anymore. My That's question why to you is, people, how is that gonna excuse impact? me, you didn't hear me. That's why you used to work for the Times and now you work for somebody else. Look,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Be nice. Don't Mr. be President, my threatening. question Don't be is- threatening. 不是说他陷入了这个状态，而是说这个表达透露出了一种深深的暗中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利的这种想法。而他去应付的方式是什么呢？也很极端啊，就是一刀切，你闭嘴，你不要说了，你们停下，不要再做这种事。这就是菜鸟，非常的非黑即白，而且极端。面对压力时，第一反应不是去解决，而是去逃避，而是感到无药可救，无可奈何。比如我自己的菜鸟 FE， 我还年轻的时候和评论区对线啊，给一些挑刺的人解释澄清，到最后我可能真的也是这种状态啊，为什么总是有人要破坏和谐？到底怎么样你们才满意？不提了，痛苦的过去。而菜鸟 NI 最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危害 ESTP 的，是容易让 ESTP 养成一种对未来不抱希望的态度。这绝对不是一个健康环境下 ESTP 上会出现的，往往都是经过了一些创伤，这种态度都是很恐怖的，它在潜移默化的去蚕食一个人。菜鸟 NI 往往是第一个开始乱起来的，而我的未来一片黑暗，我不会有前途的，我注定如此。然后小助理 FE 也不好过，很多朋友都不支持我，也有很多人不喜欢我，甚至讨厌我，我不那么合群。副指挥 TI 可能也扛不住了。我觉得这样很合理。我这样的渣渣，确实别人没有理由喜欢我。我这么糟糕，确实不该有一个好的未来。指挥官 SE 这时候虽然不一定倒下了，但可能变成了行尸走肉那样。没什么大不了的，过一天算一天，我现在快乐就好。哈哈，今天玩得很开心啊，想那么多干什么？继续玩啊！最后 ESTP 因为放纵，可能真的错过了很多有价值的机会，错过了那些认可他的朋友啊，没有对自己的提升和成长，真的走向了他一开始认定的那个很惨的未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痛心的了。好啦，这期视频已经很长了，本来我计划这么长就索性把 ESTP 的成长方式也包括进来，结果真放不下。我们以后聊这块，希望这期看完你能理解为什么 MBTI 是动态的，每个船员都是有无限的可能。那这是一篇万字长稿，视频也自己剪辑制作不易，看到这里呢，关注一下呗，带你专业又生动的了解各种人格知识。我是刷刷，下期不见不散，拜拜。